如果您家里有一个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你可能会感到比较困惑因为他曾经是你的小宝宝、小宝贝，但变得呢越来越陌生甚至呢有些行为呢让你感到困惑和紧张。如果您和亲朋好友聊起这个事情，很多人会说这是正常的青少年的叛逆期。青少年的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哪些行为呢是有害健康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生。今天呢，我们就来举一些例子，来看看哪些是青少年比较典型的行为，哪些呢是有问题的迹象。这个话题说起来很长我们今天呢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您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呢，你可以追踪我们关于青少年精神行为和身体健康的系列节目。首先，我们感谢台积生技公司对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赞助。第一个变化就是青少年单方面宣布独立这个青少年他是追求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身份。其实我们讲人的本质它是一个灵魂，不管他在一个弱小的身体里面，还是在一个强大的身体里面，其实他这个灵魂本身是没有改变的。那么随着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呢，他这个灵魂呢，他需要追求一个自己的独立性，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灵魂呢，它又是一个困惑的，它被这个包裹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身体里面。所以呢，他就要不断去寻找和追求自己的身份。其实这个身份就是他是谁。他就会问一些我们认为是重大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跟周围的人是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感受？很多很多问题呢，都让他很困惑。在这个阶段呢，他有一种发现自我和了解自我的需要。那么这在行为上它会表现成什么样子呢？首先呢，他自己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他关在房间里的时间很多。其实呢，他在房间里都干什么呢？他可能是在看一些很多哲学的书，因为哲学嘛，都探讨这些让他困惑的问题他甚至可以在看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书，他也想知道别人是怎么认识和理解他的这些问题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要了解他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情感和生理的需要，他都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花很多时间呢在琢磨这些事情，所以他在房间里独处的时间就很多经常听到父母抱怨说的孩子整天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没错，他就是这样。他的第二个典型行为呢，就是他和他同年龄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要多很多，而逐渐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减少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呢，他的小同伴都有相类似的状态和问题所以他们之间呢就有互相切磋交流，彼此能够理解和同情。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在后面呢给大家分析。第三件事情他就开始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尝试呢各种各样的标新立异各种各样的反映他自我个性的东西有的人开始把发型变了，有的人把衣着变了，有的孩子要纹身有的孩子在鼻子上、耳朵上甚至舌头上要带环儿，等等等等，都是他一种想追求自己独立个性的一种需要。他会怎么做就取决于周围的人和事对他的影响所以呢，从这个道理上讲，这个孩子在什么地方读书和周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影响的。在这个阶段，你还会发现他的兴趣爱好呢可能会不断的变化，因为他想找到一种让他自己最愉快、最满足的一种兴趣爱好这时候呢，今天学小提琴明天弹钢琴，后天去踢足球，或者呢再去学游泳等等，这些变化呢也都是正常的。那么有一点事情呢要特别警惕，这个事情呢是处在一个边界状态，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尝试吸烟喝酒甚至吸毒。在这个阶段呢，周围会有这样的影响。我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我们的同学躲在这个建筑工地那个砖头堆里面，从家里偷出来的香烟一人抽一口，这种行为是有的。但是呢，在现在的情况下，你如果有吸毒的行为，因为这个吸毒它有很强烈的对我们精神行为的影响，
他一旦造成精神行为的改变啊，一旦吸毒成一个习惯，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偶然为之啊，作为一种体验啊，一种尝试，不能鼓励，但是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在这一点上要特别注意。那么追求独立身份啊没有问题啊，追求个性也不是什么问题啊，家里人啊可以适当的启发引导。但是呢，如果他出现了严重的学业下降啊，甚至了违反了校规和法律啊，甚至造成严重的人际关系问题，完全脱离家庭和父母的管束，这种情况呢，就需要专业的帮助。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青少年的叛逆问题了，已经走进了一个不正常范围。在这个青春期啊，他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心理需要，就是希望和人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种啊，一种呢和朋友之间的要建立很深厚的友谊。很多这个青少年啊，把这个朋友看得非常重要，到学校好像就是去交朋友去的。其实呢，学校是上学的地方，是寻找好老师和好同学的地方，而不是交朋友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异性朋友啊，或者是希望建立一种浪漫的关系，他们常常呢这个精神思想都集中在他们喜欢的或者暗恋的对象身上这时候呢也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会探索一些有两性关系的问题，这些呢还都算正常。但是呢，如果他把交朋友这件事情看得比学习还重要，影响了他的学习成绩甚至干扰了他和其他同学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另外呢，如果他有冲动的不负责任的性行为，那么对他本人的健康和对别人来讲都有可能造成伤害，这一点呢要尤其的关注。这第三个就是青少年期间他的身体的变化会很大。那么这个身体的变化呢，它主要是性激素的作用。这个性激素呢，对他的大脑行为和生理上的影响都非常大，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他们必须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应付这些变化的方法，以及呢，要给自己的行为的变化带来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呢，都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困惑和挣扎的问题。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出个门要花很长的时间收拾准备，非常关注自己的外表和别人对他的看法，这些呢都很正常，是吧？青少年开始爱美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有的呢就过了开始呢不吃东西非常挑食，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甚至到了一种强迫的状态。有的呢甚至出现这个饮食障碍一边暴饮暴食，完了以后又去吐然后或者是呢就完全限制自己不吃东西，能说到这个生理期都停止了，这时候呢就很不正常，也需要专业的帮助。第四个变化就是和父母的关系的变化，他们越来越表现出更加独立。父母虽然有些规章制度在家里有一些这个纪律，他不断的会挑战这个家庭的规则，看看这个父母的这个忍耐的极限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时候他还特别不愿意得到父母的帮助。父母的出现对他们来讲有的时候是个尴尬的事情。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我经常吓唬他，我到你们学校去，好像我去他们的学校被他的同学看见父母在那儿，都是一个让他尴尬的事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独立意识，而且经常呢不需要父母帮助，明明他也需要帮助，但是他就拒绝帮助，他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和独立性。另外他跟父母也不再分享他的一些想法和思想。那么过去呢大家一起喜欢做的事情呢他也不愿意做了甚至呢他会和父母呢经常发生争执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父母在这当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那什么情况下就比较严重呢？孩子一生气离家出走不上学旷课，脾气非常暴躁，甚至有暴力的倾向人家父母都感觉到自己在家里不安全，这孩子发起脾气来会伤人毁物，或者他变得情绪特别低落特别孤僻生活非常消极和悲观甚至身体上都出现了问题，这个呢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需要找专业的帮助。特别是青少年常常会有一些轻生的念头，他会问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
一方面呢，是他的灵魂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啊，他需要一个答案，他需要一个信仰，他需要有个精神寄托的地方啊。如果找不到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意思。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父母要尤其重视啊，青少年轻生问题啊，是个非常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啊，是仅次于车祸啊，造成青少年死亡的重要原因，这是一定要重视的。今天这个视频啊，我们主要是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哪些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正常的所谓的逆反行为，哪些呢在需要关注的超出正常范围的行为。那面对有叛逆行为的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父母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在以后的节目继续探讨。台积生技公司的泰稳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品，它这里面不光有优质的苦瓜甘肽，它还有灵芝和冬虫夏草这两种非常珍贵的上品中药。这样的组合，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呢，它是能够快速让血糖进入细胞被代谢利用，这样就避免了身体产生过多的胰岛素。第二个呢，它快速补充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冬虫夏草、灵芝还有苦瓜生态都含有非常重要的人体必需的营养素。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它有类似降糖药的作用，因为它抑制身体对淀粉产生的糖的吸收，有点像二甲青瓜的作用。第四呢，它能够促进血糖在细胞里的充分的燃烧使用，特别是对于运动以后的人它能够解决我们体力不佳和饥饿的问题。第四呢，它有非常强大的抗炎作用，如果我们身体哪地方有发炎了、皮肤损伤了，它是可以促进康复的。第六呢，就是通过和冬虫夏草、灵芝的组合呢，从中医的角度，它能够大补元气，同时呢，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像激活去势细胞T淋巴细胞等等，自然杀伤细胞等等。如果大家有病毒细菌感染之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免疫的功能问题，都不妨尝试一下泰稳当。如果你没有这些毛病，就是想提高体质、改善精力甚至呢减肥，都不妨尝试一下泰稳当。我特别希望大家在试用这些产品之后呢，给我反馈，能够在这里分享呢你的体验。如果您点击下面的链接，大家可以买到台积生技公司的优惠的泰稳当。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你的体验和高见。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